俄乌战争结束后，乌克兰有机会成为欧洲一流强国吗？不知道欧洲一流强国是怎么定义的，因为欧洲这个地方比其他大洲特殊，虽然小国众多，甚至有超小的袖珍国家，但是欧洲经济普遍发达，更是列强扎堆儿的地方，强国众多，既有英国、法国、俄罗斯这样的极具世界级影响力的国家，也有德国这样的世界级的工业强国，更有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小型经济强国。所以说，在欧洲称为强国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根据乌克兰的地理位置来看，离最发达的地区德国、法国还有一段距离，属于东欧地区。这个地方普遍比起西欧地区稍逊一筹，不算太发达，所以乌克兰在东欧地区成为第一强国还是有希望的。乌克兰这个因历史原因继承了苏联留下的大量家底，拥有全套的苏联军工制造工厂，可以制造各种先进武器，更有航母制造能力，可见其军事工业发达程度。更主要的是，早期乌克兰境内有苏联留下的为数不少的核弹头，乌克兰一度还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只不过在1994年，乌克兰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同意销毁了这些核武器，而作为放弃核武器的交换条件，乌克兰得到了经济补偿以及布达佩斯备忘录的安全保障。另外，乌克兰领土面积是欧洲面积第二大国家，仅次于俄罗斯，人口4345万人，国内煤铁资源丰富，不然前苏联也不会在这里建设大量军工工厂。乌克兰无论是人口、国土面积还是矿产资源，在东欧国家中都是一流的存在。加上又有苏联留下厚实的工业底子，如果乌克兰领导从独立后就好好经营的话，虽然成不了欧洲绝对的一流强国，但应该离得不是太远。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乌克兰独立后根本没有发挥自己的已有的底蕴，反而把苏联家底败光，一蹶不振。但现在俄乌战争的爆发，似乎又让乌克兰有了成为东欧甚至欧洲第一强国的可能。因为在俄乌战争开打后，乌克兰军事实力有一个意料不到的结果，那就是乌克兰军队北约化。俄乌战争已经开打了9个月，乌克兰引进了大量西方武器，而在所有军援国中，美国的军援力度无疑是最大的。截至目前，美国已协调大约30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援。4月份的时候，美国防长奥斯汀还专门邀请40个盟国开会讨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问题，以及讨论战争结束后乌克兰的合作伙伴要如何帮助该国建立军事力量问题。当时奥斯汀便直言，希望通过大规模军援将乌克兰军队升级为现代化的军队，确保乌克兰军队足够强大，能够在未来发挥作用。而乌克兰军事实力发生跨越式增长，也是从那时开始的。首先是军事援助主体全面化，美国不仅自己向乌克兰提供越来越多的军事援助，而且协调美国30个盟友，通过军援乌克兰打造了一个反俄统一阵线。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协调下，不仅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重型装备，而且连身处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都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其次，军援机制常态化，不仅拜登政府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定期常态化地展开对乌军援，为其提供装备和大量弹药，而且在美国协调下，德国已经同意拨款支持乌克兰与军工企业对接，长期购买弹药和装备。可见，美国援助乌克兰不仅着眼于当前的俄乌战事，而且还搭建起了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长效机制。最后，军援装备高精化。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不断升级，从最初的单兵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逐步升级为库存的 T-72 坦克、装甲运兵车、S-300 防空导弹、海马斯火箭炮。目前已跨越到了尖端的高科技装备、武装无人机。很多国家最新的高科技武器都被援助给了乌克兰军队。此外，美国还协调欧洲多国，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榴弹炮、反舰导弹、直升机等进攻武器。
就比如之前荷兰和德国向乌克兰援助的 PZH-2000NL 型自行榴弹炮。可以说，有了西方各国的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军事力量正在跨越式的增长。从目前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情况看，乌克兰军队纸面实力共装备有1300余台主战坦克、2300余台履带式步兵战车、800台各型轮式步兵战车、装甲车、862门152毫米及以上口径的大口径重炮。目前北约援助的重型装备已经分别占到了乌军冲突爆发前坦克的接近 30%、履带式步兵战车的接近 40%、大口径重炮的 30%、轮式步兵战车和轻装甲车的接近 30%。而考虑到乌军纸面实力和实际实力有 20%到 30% 的差距，所以北约支援的装备占据的比重只会更高。但即使如此，乌克兰还在拼命向各国讨要重型装备，而这也能看出乌克兰原有的苏制武器和军援武器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即便是西方国家军援的武器，估计损耗也在1半以上。又因为乌克兰去苏联化和俄罗斯化态度非常坚决，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乌军手里的武器都会完全北约化。同时，这也为战争结束后乌克兰争夺欧洲第一军事强国奠定了基础。但几十个国家的不同制式的武器都出现在了乌克兰。若是单纯对比纸面性能，西方国家军援的武器基本都可以碾压俄罗斯同类型的装备，但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武器来源太广，型号太多，很难融入乌军的苏制武器体系之中，发挥不出该有的作战效能。因此，乌克兰必须建立起统一的武器装备体系。现代战争是武器装备体系之间的较量，单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很难决定战争的胜负。而所谓的武器装备体系，指的便是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或战争的总体要求，为发挥最佳的整体作战效能，由功能上相互联系、性能上相互补充的各种武器装备系统，按一定结构综合集成的更高层次的武器装备系统。简单的说，武器装备体系就是集合了海陆空天、后勤、通讯、指挥、侦察、电子对抗、研发等所有武器系统，可以应对任何情况。每一个装备都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系统集成，可以有效地发挥每种装备的最大效能。就比如，虽然德国的 PZH-2000自行榴弹炮性能非常先进，但如果脱离了强大空军的保护，俄军的武装直升机可以轻易地就将其摧毁。反观俄军，他们便有一个整体的武器系统。俄军绝对不会拿着自己的152毫米榴弹炮同 PZH-2000自行榴弹炮死磕，而是用自己的卡52武装直升机或精确制导炸弹予以击毁。所以，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单个武器装备性能再先进，但是如果不能融入乌克兰既有的武器体系之中，也很难发挥太大的作用，而且很容易被俄军所摧毁。而且，武器型号过多也会造成人员培训、武器维护和后勤补给的困难，直接影响武器装备效能的发挥。比如，在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中，同一类型的武器就有多种型号，且生产的国家也不相同。仅仅是155毫米榴弹炮，就有德国的 PZH-2000、美国的 M777、英国的 AS90、法国的凯撒卡车炮等6-7个型号。这也导致武器的操作软件和操作语言、操作手册也各不相同。英美产的武器系统操作语言肯定是英语，德国生产的操作系统操作语言肯定是德语，法国的自然是法语，各不相同。因此，乌克兰必须对每一种型号都进行专门的培训，而且还要掌握一定的外国语言能力，否则就难以掌握武器的操作，不能发挥出武器该有的效能。而在现代战争中，武器维护也是保持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武器维护水平高，武器的出勤率就高，武器的效能就发挥得好。同样的道理，不同国家生产的武器维护要求、维护方式和维护时间都各不相同，都需要专业的维护人员，这就给乌克兰军队带来很大的麻烦。乌克兰根本无法解决这么多不同型号、不同产地的武器系统的专业维护人员，很可能导致维护武器因维护不当而丧失战斗力。同样重要的还有后勤保障。此次战争，俄军就因为后勤保障能力差，才导致很多坦克、装甲车被遗弃在路边，才有了如今俄军被动的局势。另外，产自不同国家的装备对油料、
弹药的要求各不相同，这再一次给乌克兰后勤带来很大的挑战。比如北约的榴弹炮口径为155毫米，苏制的榴弹炮口径为152毫米。那么同样的军队火炮口径不统一，在后勤补给的时候就必须分开补给。即使是西方国家的武器，对油料和弹药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而且西方国家只是援助相关前线战斗武器装备，并没有援助配套的后勤补给装备，这也很大程度地限制了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武器效能的发挥。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正是有了西方国家提供的先进武器，乌克兰士兵才能将俄军侵略者赶出乌克兰领土。虽然存在一些人员培训和后勤保障问题，但乌军通过在实战中的运用，确实加强了与北约的紧密联系。而且在这些问题，乌克兰和西方国家也都在积极解决。比如前不久，因为俄军对乌克兰的持续轰炸，西方国家就打算为乌克兰打造一个全面的导弹防御系统。方法是将盟国使用的不同系统结合起来，以帮助基辅保卫领空，避免受到俄罗斯的攻击。其中包括美国8套 NASAMS 系统和德国4套 LIST SLM 防空系统等。另外，关于士兵的训练问题，据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列兹尼科夫表示，目前有10几个国家正在其领土上训练乌克兰士兵，比如英国就计划培训3万名乌克兰士兵，且首批1万名战士的训练已结束。英国人在训练场上向乌克兰军队教授所有基础知识，而且在乌克兰士兵在完成受训返回时，还会为其配备保护系统，如头盔、防弹背心、急救箱等，除了小型武器之外的所有东西。德国国防部长克里斯蒂娜·兰布雷希特也证实了德国本土对乌克兰军队的训练。除此之外，还有挪威、丹麦、瑞典以及波罗的海等国家都纷纷参加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的训练计划。换句话说，就是几乎整个北约和欧盟国家集团都在帮助乌克兰进行军队训练，训练内容甚至包括北约成员国刚刚服役不久新装备的训练。所以乌克兰士兵掌握西方先进武器，整合出一套自己的武器系统，应该不成问题，其时间不会太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乌克兰士兵接受北约的军事训练，其实早在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乌克兰就已经开始接受北约军事人员培训，只是当时规模比较小而已。而现在则是整个欧洲都在帮助乌克兰培训乌克兰士兵。未来，乌克兰的主要军事力量必将受北约的影响，与之融为一体。综合来说，目前乌军装备正一步步完成北约标准化，武器高科技化，人员也在接受北约集团的训练。因此，不管战争何时结束，乌克兰军队已经打上了深深的北约烙印。无论是乌克兰军队北约化，还是军事实力跨越式增长，都已是既定事实。所以乌克兰在战争结束后，就算争夺不了欧洲第1强国，但稳稳拿下东欧第1强还是很有希望的。好了，关于乌克兰战后能否成为欧洲第1强，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